留着他傍身。以后还有什么需要的话，不会再麻烦你。这次是最后一次。是我连累了阿伟，是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大家都为人父母，好好照顾你儿子。走吧。七哥，七哥，季长荣，你带我孩子去哪里了？你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他们现在很安全，还住在5星级酒店。如果你发疯的话，我就不敢保证。那你想怎么样？是不是想杀了我报仇啊？别以为我没想过，你居然想杀我！可惜老天无眼，没杀死你。因为我拜神多。
我会遭报应的。娄威就遭报应了。我现在大发慈悲，让你在这里好好反省，反省到我满意了，就给你一条生路，明白吗？对了，忘了告诉你，这里是个荒岛，就算你能逃出这个门，跳进海里也是喂鲨鱼。你乖乖听话，你的孩子就白白胖胖。信南戚长荣承蒙关二哥保佑，大难不死。今天金猪顶礼酬神，答谢神恩，祈求关二哥继续保佑，旧城邦长虹长荣，人强马壮，独霸一方。哇，这么热闹！长荣，这位是黄萧议员，他特地过来参观一下旧城区。欢迎欢迎。旧城区的治安真这么差吗？就算差，也是我们旧城区自己的事情。解决问题有很多方法，最好是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别傻了，最重要是够凶，不凶怎么当话事人？七哥，听说这个伤差点要了你的命，不过正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什么意思？你是旧城帮的老大，如果让你带领发展旧城区，到时候我就做你的后福。没错，旧城帮我是老大，但是旧城区最大的地主是陈叔公，你试试挖他一块砖头，他能跟你拼命。靠那些老人家就完蛋了，他们怎么会破旧立新呢？旧城区这饼就这么大，能养多少人？你不把它推倒了重新再来，那块饼不会变大的。黑社会也讲究利益分配，现在这个年代也不可能打打杀杀的。七哥，你是有头有脸的人，你也想做一些能上得了台面的事。七哥，如果可以改变旧城区的土地用途，把它发展成商住娱乐一体化，到时候七哥你就是地产大亨，总比拿土地来养牛喂蚊子好吧？不是不行，是不可能。我是旧城区的人，要我出卖旧城区，我就是叛徒。说得好，我最喜欢跟七哥你这一类这么讲义气的人做朋友。他每天不是回家就是回总部，没活动没应酬。不过最近事情比较多，就是一天去2次医院探病。探望谁？一个专门从屯城过来做手术的男人，叫刘猫。刘猫，手术成不成功？人死了没？没死，手术成功。继续跟，我要知道石之阳到底查到多少线索。OK。手术效果比预期好，休息几天就可以下床了。谢谢你，医生。恭喜你，猫哥，气色真的好了很多。要谢谢你啊，石头，劝我做手术，要不然我已经死在家里了。唉，要我说，你肯定是真心悔过，肯替沐风区讨回公道，所以老天都帮你。猫哥，现在你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谁给你的封口费，谁是真凶，所以你是一个很重要的证人。你愿不愿意出庭作证？但是我怕我不认得他们。没关系的，到时候记得什么说什么，让法官来判。只要能翻案，警方就可以出师有名，去抓那2个真凶，勾搭的那个男人和见中间人付你封口费的老外。好吧，辛苦了。
喂，喂，萱萱，我在买水果呢。不用了，我家水管爆了，我叫了师傅来修。他说整面墙拆了才可以修啊，所以你最近先别过来了。那你来我家啊？不行啊，今晚有事要做，来不了啊。刘猫的事吗？哎，这件事就急不来的，等到病情好点再说吧。喂，我跟你说了，先工作，拜拜。怎么了，大三儿？今天心事重重的。有人想翻虎岩木棚区的旧账。翻旧账啊！虎岩木棚区是土地发展的第一区，我们把一块烂地变成现在的博彩旅游旺区。第二局马上开局了，只要旧城区收地成功，我马上动工。我很有信心，会打造第二次的经济奇迹。大三儿，第一次你也有份的，论功行赏。第二次如果你想分一杯羹的话，就看你有多大贡献了。飞沙走石，清除障碍，包在我身上。干杯 ！Cheers！ 当年我和吕彪一起加入到虎岩纵火案的专案小组，没有打架嘛。但吕彪跟他是好朋友。听说吕彪很早就退休了，后来开了一家桑拿店。谢谢你啊，胖哥。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都找过了没找到啊？那他能去哪儿？你的朋友不见了，我们找了整个医院都找不到他。什么事啊？刘某失踪了。啊！我想我要离开一段时间，我们暂时别联系。你千万不要牵扯这件事。他们要对付你。反正你要小心大家嘛。如果刘猫真的被他灭口的话，就意味着什么事都可能发生。那你呢？我还认识一个证人。如果能找到他的话，我还有信心可以抓到大家妈。你小心一点啊。行了，放心吧，处理完我就来找你。来，回去吧。放心吧，我是石志阳，有谁敢动我？回去吧。打给我。OK。Madam，医院监控录像视频全都拿回来了。Madam， 我们再看监控视频了，但是真的太多了。整个医院加起来有50多个监控。是啊，所以我们真的人手不足。先看着。Yes, Madam。吕彪。啊！
小姐，你没事吧？小姐，你怎么了？我送你去医院。陶娟，你找人去医院拿了监控录像回来看吗？是。你不是说秦玉有不在场证据了吗？是。那你还查什么？我们可不可以不在这个时候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时候不能讨论 ？Madam， 有警员在长运街遇袭重伤。谁啊？石 Sir。死者是被利器刺穿脾脏，导致主动脉破裂，造成大量出血，在1分钟之内就能致人于死地。顺便。我要去现场看看。哎，胡子，案发现场在哪儿？跟我来。 有没有人看到凶手？一名男性疑凶已经抓到。哪个警署负责？总部已经接手了。
为什么要封锁他的房子？他是受害人，不是嫌疑犯啊！我们也是按命令做事，在完成调查之前，严禁任何人进入现场。我要进去看看。让我进去看看！放心，我进去！放心，为什么你不要为难我进去看看！放心，你冷静一点，冷静一点。OK。来，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可以打仗，啊！石之阳到底在干嘛？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你早料到他会出事。我朋友打来的。喂，阿聪，怎么样？哦。好，谢谢你，阿聪，我再打给你。唐雪，你要冷静点听我说。我朋友看过口供，他说那个疑犯是个毒贩，抓他的时候在他身上搜到的凶器，经过法医初步的鉴定，与石之阳身上所造成的致命伤口是吻合的。另外，根据这个疑犯的口供，他说因为和石之阳分赃不均发生冲突，所以才会错手杀人，造成意外。什么？我没听错吧？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荒谬的事？我也不信呐，但是我知道现在让你憋在心里确实非常非常的辛苦。不过我想告诉你，唐轩，这件事你一定要冷静了才可以解决。OK， 哎，照顾你姐姐，啊。姐姐，姐姐，姐姐。刚拿到的这个案子，我看过这份起诉书，有足够证据起诉，你来审最合适。不知道院长有没有什么特别指引？嚯，我哪敢呢？多说一句，我都担心会妨碍司法公正。这种事，你比我经验丰富。现在这案子呢，全城瞩目，最适合修补形象。你好好把握机会。哦，对了，这个疑犯呢也承认了是杀韩刚的凶手。有问题啊？没有。秦法官，黄医院来了，说想找你。秦法官，不好意思，没有提前跟你预约，希望不妨碍你工作。进来说。好。韩烈那边虽然帮你解决了，但这个 Madam 好像盯着你不放。坚持是他的优点，要起诉就要讲证据。但我认为，如果用一个案子可以解决掉所有问题的话，就能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如果把误杀和贩毒两罪同期执行，石志阳这个案子最高判刑不超过15年，但韩刚那个是谋杀案，最高刑期要25年。是不是因为秦法官的儿子正在坐牢，所以你对那些囚犯特别有同情心呢？
其实25年和25个月都一样，这是他们的选择。同样，这也是你的选择。不妨碍你工作。唐轩，石志阳的女朋友，怎么看？她是虎坚的徒弟，跟那个牛皮灯笼一样，怎么说都不管用。你觉得他知道多少？按照他的性格，如果让他知道，一定会爆出来，不会这么安静的。这案子审完之前，还是安全一点比较好。石志阳的案子发生后，你一直在放假，是时候销假回去工作了。被杀的那位高级警务人员，传闻与毒贩分赃不均，请问有什么回应？案子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现阶段不适合做出任何评论。但警队是一个执法部门，长久以来遵从廉洁自首，秉持公义的核心价值，绝对不允许执法犯法。这鬼在装人说人话，你能听得进去？那你来告诉我，什么是事实？大家妈杀人灭口，然后冤枉石志阳，这个就是事实。大家妈他是总警司，你这个指控是非常严重的。人都已经死了，还要这样冤枉他？头，Madam，内部调查科古 Sir 说有事找你。Sorry， 请问这次又是什么理由？我们在石志阳的家里找到一个手提包，是属于唐督察的，在里面我们找到一些毒品。我们已经证实了，那些毒品，还想冤枉多少个人？与杀死石志阳凶手身上找到的那些是同一批货，所以我们想找唐督察回去协助调查。这是逮捕令，是总部直接下的指令，我们也只是奉命行事。我们会全力配合，但是别让大家为难。要不要戴上手铐啊，顾 Sir？为什么要隐瞒和石志阳之间的关系？和谁在一起是我的隐私，哪条法律规定我一定要公开？我们在石志阳家里找到你的手提包，包里又找到毒品和钱，你又怎么解释呢？我说过很多次，那个包是我的，里面的东西全部都不是我的。嗯，让他听一下口供。韩奎龙坐牢，韩立又管不好生意，石志阳就利用他情报科的情报，吞了很多韩家的货。后来他知道韩刚醒了，就逼我去杀韩刚，他要韩家永远无法翻身。这件事跟韩刚有什么关系啊？你们会不会太荒谬了？这个就要问你了。总之，你不配合的话，我会一直不停地问，直到有答案为止。控方还有没有补充证据可以拿上来？法官大人，这一份是我们控方最新的证据。跟上一次有什么不同？警方再次深入调查，发现被告跟旧城区有关，控方采取了几份新的口供，在第5页。石志阳的案子已开庭审理，现在我们给你坦白的机会，你不珍惜，一定会后悔的。证据已经看过了，被告，你有没有补充的？法官大人，我当事人希望亲自陈述案件的背景，相信对量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恳请批准。批准。
法官大人，我不是故意要杀他的，他逼我杀人，又逼我交钱，还逼我交货。他是警察，职位很高，我真的被他逼得走投无路了。真是还有那时候我一说散伙，他就马上跟我翻脸，说用谋杀罪、贩毒罪来抓我，这不就是过河拆桥吗？我很害怕，我反抗也是被逼的。你别装了，以你跟石志阳的关系，早就已经跟他同流合污了，是不是？当时他有把枪，我拿刀是想自卫，我完全没想到我们拉扯的时候就刺进他身体。法官大人，我真不是故意杀他的。控方，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没有了，法官大人。先喝点水吧。石志阳收黑钱已经证据确凿，而且人已经死了，你不值得为了他一个人顶罪。本案证据条理清晰，控方提出误杀石志阳和谋杀韩刚2项罪名，被告也坦白承认。考虑到被告犯案的时候受到警务人员的威胁，根据刑典法第128条相关的规定，被告被判12年有期徒刑。另外，与本案相关的警务人员石志阳利用职权进行犯罪勾当，表证成立，但其已经死亡。根据相关的规定，不予以追究法律责任。退庭。胡 Sir， 给你15分钟时间。谢谢你。你怎么样？那石志阳的案子已经判了，凶手判刑12年。石志阳他利用职权进行了犯罪勾当。喂，你信不信他是黑钱？重要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把你救出去。出去？出去？我还是不是警察？你怎么了？我认识的唐轩，他不会像你现在这样，他永远不会放弃。石志阳到底侵害了哪一个人的利益呀？大家妈？他知道大家妈在一个纵火案当中妨碍司法公正，有没有证据？之前有一个证人，他失踪了，应该也凶多吉少。如果动用到这么大的人力和物力去毁尸灭迹，也就是说这件事大家妈他很忌讳。既然这样，我们就拿这件事情跟大家妈赌一把。赌什么？赌放你出去啊！你是不是很喜欢留在这里让他折磨你啊？嗯？
Happy Happy！ 过来过来过来！啊，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来干杯！再吃东西。哇，喝到肚子都胀了。再喝点。哎，胡 Sir， 哇，好热闹啊！大 Sir， 什么事值得这么高兴？稀客啊，老胡，来这里干什么？要不要跟老婆备案？不然回到家里要跪搓衣板啦。大 Sir， 我想单独跟你聊两句。有什么是他们不能一起听的？你聊，我聊。聊你干的坏事哦。如果你不介意，我也无所谓。你说什么？你聊，我聊，你千万别后悔。走，大家走，去隔壁房间玩。别再来这一套，有病就放。唐轩呢？他跟我说，他说石志阳生前有一份秘密文件交给了他的一位律师朋友。我今天就找到了这位律师，我就跟他说，我说石志阳呢已经被定性为黑警，他所有的东西很可能牵涉到严重犯罪，私自管有的话，更会被视为是同谋。他一听到就很害怕，非常自觉地把那份秘密文件交了出来。在哪里？给我看看。不用着急。你是想跟我谈条件是吧？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搭档的时候，你经常会说，多少筹码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押对才行。当年你肯听我劝，你今天起码也是个警司了。以前的事现在说也没意义，对吧？所以我现在往前看。今天我决定把这个筹码压在你身上。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以前真的有很多事想都想不通，现在我才觉得这根本就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实际利益。那你打算用这筹码赢多少倍？实话实说，我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有很大杀伤力的证据，还是你看完之后就会随便扔进垃圾桶的废纸。不过我在想，既然石志阳他的案子已经判了，唐轩唯一知道的事也全都告诉我了。如果这份文件真的有用的话，你把唐轩还给我，也不是很过分。我们东区破案率之所以这么高，就是因为我的手下都很能干，特别是唐轩，只有他才能镇得住那些小混混和无赖。再说了，石志阳宁愿将这份秘密文件寄给律师，也不交给唐轩。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想让唐轩知道太多事。我接受啊。有些东西可有可无，留着也没用。我把你的车开过来了。胡 Sir，谢谢你。
我批准你放几天假，好好休息一下啊。不用，我明天就会上班。现在，我要去石之阳家里看看。唐轩，放手吧。你这次能没事，只是我运气好。如果再有下次，我真不一定会这么走运。是石之阳非不信邪，结果才会把命搭上。胡 Sir， 这次关乎一个警察的清白。如果你是这个警察，你希望我怎么做？所以我求你，别再劝我。Hello, Douglas, my old friend. I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the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s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 within the sound of
先吃点东西吧。谢谢佳佳。我相信师哥，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是黑警。请问秦法官，杀警案里被告谋杀罪不成立，改判误杀，是不是代表法庭相信死者石志阳真的参与了违法活动？在本案里，法庭只负责判断被告有没有触犯谋杀罪，而不是判断死者有没有牵涉非法活动。任何关于死者身份的定性，都必须经过相关部门的调查，并且确认。媒体不应该有太多的揣测，或者发布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请问秦法官，好港是不是能恢复以前的法治水平？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因为好港的法治水准从来都没有降低过。秦法官，唐督察来了。唐督察，恭喜你了，把枪杀韩刚的凶手判了刑。恭喜我什么？石志阳告诉我，你是当年虎园木棚区纵火案的一审检控官。20年前的事了。他还说，你随口就能说得出，这个案子发生在1978年。秦法官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法律界谁不知道？当年我阅读过这个案子。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1978年的案子，我记得不是很清楚。那是以前的事了。没错，当年这案子的一审我是看过。事隔这么多年，内容我早已经忘记了。你的意思是说，你什么都没跟他说过？我是没什么要跟他说的。这个案子的真相，很有可能就是石志阳被杀、被陷害的真正原因。至于你怎么让杀石志阳的凶手同时承认杀死韩刚，当中的理由，可能只有你自己才知道。因为在法庭上证据充足。石志阳这条人命，背后还有木棚区104条人命。不管你怎么失忆，我希望你不要忘记当初你做法官的初心以及良知。为何是因就如烈火小光會降可能過無餘力去追問心裂痕在心伴隨熱火再失去不知火燒翻過如一埋沒對錯隔不遠心眼被煙熏，鬥陣光與暗，察覺相近，遮蓋是非心，被良善責問，是誰斷情不見正義，而遺憾得仿似自問自答參不透硬說，望着平定人言，但我是你的，去到腳邊失言正注視。為何在沉默不可以回頭怒殺不住男人命理好更詫異漫長路建立好日子暗自淡忘來心在淌血但參不透暗示莫着平定但我是你的去到腳邊身邊正注視，為何在沉默不可以回
頭弄實不住，落入覓理空更詫異。漫長路結立好日子啱至，合望內心再淌血。